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都十分乐于跟中国做比较，但是从国家发展水平上来看，中印简直是天差地别。针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印度专家指出，印度人从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十分强大，只有同中国对比并超过了中国，才能证明印度是真的强大。但是每一次印度人同中国做比较以后，却反而是在突出自身的强大。然而这一次，印度不再挣扎，宁愿得罪俄罗斯也要说出实情。据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战斗机近期的一系列发展声明，中国似乎已经超过了导师俄罗斯。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是中国战斗机近期的一系列好消息，让印度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其提到了在珠海航展上展示的歼20。据悉，这是歼20换装国产航发以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过去航发一直是制约中国空军前进步伐的一大因素。由于缺乏国产航发的支持，歼20的战斗力也备受质疑。但是换装了国产航发以后，印媒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可能很快就会结束。除此以外，美媒近日爆出了一张卫星图，似乎也在暗示着中国空军的巨大飞跃。据悉，在卫星图的一角，美媒发现了一架无尾设计的战斗机。通常来说，无尾设计被认为是6代机的核心设计，所以外界认为这一神秘战斗机很可能是中国的6代机。如果这一似是而非的消息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就用实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空军战机的实力极有可能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这主要表现在战机制造材料、雷达设备、传感器以及导弹上。就综合实力而言，中国拥有更多更发达的民用电子工业支撑战机的研发。相比之下，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严重，在空军发展上已经呈现了疲态。而中国唯一落后俄罗斯就是在国产航发上，但歼20携带国产航发在珠海航展上亮相，就是突破这一短板的最好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战机性能强大，技术终于超过了导师俄罗斯。而这番话从印度媒体口中说出，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一方面，印度国内向来都只会抹黑中国；另一方面，印度说出这番实情，很有可能会得罪俄罗斯。这足以见得中国的强大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发现和肯定。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已经撕破了脸皮，拜乌克兰所赐，北约和俄罗斯间的关系也是同水火。11月1日，俄罗斯就正式宣布了全面暂停驻北约代表处的工作，这预示双方已经失去了全方面的沟通。就这局势紧张的时期，乌克兰又一次的充当了反俄先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顿巴斯地区进行了进攻，彻底打乱了东欧地区的平静。据媒体报道，乌克兰目前已经深入顿巴斯地区，距离俄罗斯边境地区也只有仅25公里。一旦继续向前推进，这个距离将进一步缩小。届时，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有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乌克兰军队所在的地方非常敏感，那里距离俄罗斯边境仅仅只有25公里，可以随时沿着浮桥与轮渡进入俄罗斯边界。那里拥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并且乌克兰还在不断的持续增兵。据俄媒透露，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顿巴斯地区很可能会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乌克兰已经在边境地区部署了额外的100辆坦克，以及火炮和防空系统等一系列武器装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直都在一边火上浇油，为乌克兰撑腰。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F-15E 战机已经进驻了位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另外还有一架加油机也随着 F-15E 战机一起抵达了罗马尼亚，这将能够进一步保证美军对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长途奔袭的可能性。同时，美军多艘军舰也相继进入了黑海海域。不过，截止到目前，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做出任何举措。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与乌克兰动作频繁，但目前还没有真的对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公民下手，也没有表现出入侵俄罗斯领土的想法，只不过是在气势上咄咄逼人罢了。相信俄罗斯也早已做出了准备，随时准备对胆敢犯境的敌人予以坚决的打击。还有一点就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底线。虽然目前乌克兰和北约关系正处于热恋时期，但距离加入北约还有着很远的距离。顺便说一句，最近欧洲天然气又涨价了，这对即将进入寒冷冬季的欧洲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即使同俄罗斯关系降至冰点，但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们并不会为了小小的乌克兰而彻底得罪俄罗斯，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即使是乌克兰军队逼近俄罗斯边界，美军 F-15E 也已经出动，俄罗斯依然可以稳坐钓鱼台。乌克兰如果真的敢铤而走险，进一步将矛盾升级，下场可能会很惨。
近期以来，随着中俄两国实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就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俄两国上面。他们认为中俄两国的强大影响到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滥用，所以拜登政府就开始针对中俄两国。他们将中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着除掉这一层障碍。所以最近对中俄两国的打压越来越多了。在对中国进行疯狂打压和污蔑的同时，拜登也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关照。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拜登在气候问题上猛烈抨击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在对待气候问题上没有积极的去应对，而这样的说法依据是俄罗斯的冻土带正在燃烧，导致气候问题严重性不断加剧。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没有任何表示，也无动于衷。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自己的事情解决不了，但还要把手伸进别人家的院子里。我们知道，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对中国的抨击和污蔑也是不少的，他们一再声称中国的碳排放量太大，应该尽快想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美国对全球空气的污染也并不少，他们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工业发展也是超前的，以至于碳排放量也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有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自1850年以来的累计排放量达到了5090亿吨，位居世界第一。所以美国在对其他国家评头论足的时候，也应该看看自己。值得注意的是，态度向来都很强硬的俄罗斯并没有惯着拜登，在拜登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后，克宫立马就拿出有力的证据回应了拜登。有消息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气候问题是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俄罗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俄罗斯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说法的言论。气候问题性质很严肃，俄罗斯一直都在思索。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冻土带正在燃烧，确实是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也同样正在燃烧，所以拜登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再来讨论俄罗斯。而且拜登也不用着急知道俄罗斯做了什么，因为在下一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普京总统会很详细的告诉美国，俄罗斯为气候问题做了什么。正如佩斯科夫所言，美国确实应该管好自己的家内事。气候问题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而不是像拜登一样指责别人做了什么。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一直以来，自由航行被当成了美国及其盟友的特权，他们肆意出动军舰，挑动地区局势紧张。随着印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国际热点，美国军舰就越发频繁地出现在这一海域。早在1周前，美国航母舰队协同日本准航母一同在南海示威。尽管美日对外声称是展开军演活动，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美日包藏的是什么祸心。而仅仅是1周过后，美日军舰又再次出动，一路北上。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日前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以及日本海自的伊势号直升机母舰出现在东海。美日对外宣称是开展联合演练。从联合演练本身来看，美日频繁地在太平洋海域举行军事行动，似乎是在有意训练军队随时待命的能力。换句话说，美日此举似乎是在为潜在的冲突提前做准备，但是美日却将其粉饰成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在印太国家看来，这样的论调过于虚伪，美国及其盟友才是印太安全的最大破坏者。值得注意的是，从美日航母一路北上挑衅的姿态来看，不久以后这样的行动就会由向中国示威转变成向中俄示威。现如今，美国联合盟友加强在太平洋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另一边，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俄也开始增加在太平洋的联合行动。不久以前，中俄联合军舰横穿日本金星海峡就是一个例证。在认清了这一可能的趋势以后，俄罗斯先发制人，向美国军舰发出了警告。俄罗斯司令弗拉基米尔·罗曼年科少将表示，如果美舰咄咄逼人，那么其只有几分钟的生存时间。从俄罗斯实力出发，这样的言论并不是像危言耸听。在俄罗斯军中，既有众多的武器可以让美军舰瞬间丧失战斗力，比如有着俄罗斯版东风21之称的伊斯坎德尔系统，其不仅具有极强的高速突击以及变轨能力，甚至还十分难以拦截。一旦被这一系统瞄准，就相当于是提前宣告死亡。所以说，强大的武器才是保证美国不敢越雷池的利器。与此类似的还有，伊朗用一艘小艇就在阿曼湾击退美国宙斯盾舰。在波斯湾一带，伊朗在海岸边部署了大量的反舰导弹，只要美国大型军舰敢以挑衅的姿态进入这一狭小水域，就会遭到密集的反舰导弹的攻击。所以说，在应对美舰自由航行这件事上，手握打击利器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